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潜伏在我们体内的沉默杀手，它就是血栓。你是否有过以下情况：半夜突然惊醒，感觉身体某处不由自主的抽动，平躺时觉得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只能侧躺才能稍稍缓解。明明已经睡足8小时，醒来却觉得疲惫不堪，头脑昏沉，仿佛越睡越累。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看似平常的小状况，可要千万当心了。这些很可能是血栓潜伏在体内，悄悄对你发出的求救信号，也就是在警告我们血管里已经堵塞，危险正在靠近。血栓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在我们的生活中，因血栓导致的中风和心脏病案例并不罕见，这两类疾病常年位居国人死亡原因的第2、3位。许多患者发病前看似一切正常，结果却可能在睡梦中被血栓悄悄夺走生命，让人措手不及。然而，沉默并不代表毫无征兆。事实上，血管科医生指出，高达 90% 的血栓在发生前其实都有一些预警信号，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睡眠时刻，我们的血液循环速度减慢。如果身体某处有血栓逐渐形成，就会出现某些异常反应，仿佛身体在向我们发出求救暗号。只可惜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暗号的重要性，误以为只是普通的小毛病，结果错过了最佳的防范时机。那么睡觉时究竟哪些异常症状是在提示我们血管里可能有堵塞呢？接下来我们就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来盘点睡觉时可能出现的5大血栓前兆，每一条都至关重要。如果你或你的家人中招，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别再当成小问题忽视了。我们也会解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成因，以及该如何预防血栓，保护我们的生命线，也就是我们的血管。现在就让我们一一揭开血栓这位沉默杀手在夜里留下的蛛丝马迹吧。第一大前兆就是夜里突然出现剧烈的头痛，痛得你难以入睡，甚至彻夜难眠。当大脑或颈部的血管发生堵塞时，脑细胞因供血不足、缺氧而抗议，就可能引发持续而强烈的头痛。有人形容那种感觉简直是头痛欲裂，尤其是在夜晚临睡前或深夜时段。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血压上升，头痛加剧，那更要警惕，因为晚上8点左右往往是人体血压的高峰期，这时出现异常头痛，很可能就是脑部血管不通的信号。许多人误以为这只是普通的偏头痛或压力大所致，忍一忍就过去了，甚至习惯性的吃颗止痛药撑到天亮。然而，如果你平时并不常头痛，却近期经常在夜里痛醒，或痛到根本睡不着，那千万不要再当成小毛病忽视了。这种夜间头痛往往是大脑发出的预警提示，你的脑血管可能已有严重的狭窄或堵塞，再不重视恐怕会发展成更严重的中风。第2大前兆是在睡梦中莫名单侧流口水，并且可能伴随一侧肢体的不适，比如发麻、无力，甚至不自主的抽动。一般来说，偶尔流口水是常见现象，很多人睡姿不对或者过度劳累时都可能流点口水。但如果你突然发现自己总是只有同一边嘴角流出唾液，而且醒来后照镜子发现流口水那一侧的嘴角有些歪斜，眼皮也闭合不太严实，那就要高度怀疑是中风的警讯了。这是因为当脑部掌管脸部肌肉的神经中枢因血栓受损时，会导致脸部肌肉力量减弱，嘴角无法紧闭，睡觉时口水就会不自觉地从一侧流出。同样地，如果血栓影响到大脑运动区，可能会出现手指或脚趾轻微的抽搐，有点像睡梦中在弹钢琴那样颤动，或者醒来时一只手脚麻木发酸。许多人以为睡姿压到手脚麻掉很正常，但若这种单侧的异常反复出现，就不是简单的压麻那么简单了。千万别忘了，人体是左右对称的，只有单边出现问题，多半意味着控制那一侧的脑血管出了状况。对于这类疑似脑血栓的信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最好立即就医检查脑部血管情况，否则一旦让血栓完全堵死脑动脉，就可能酿成无法逆转的严重中风，造成半身不遂甚至危及生命。第3大前兆是单腿莫名肿胀、发麻并隐隐作痛。健康情况下，我们的血液会顺利流遍全身每个角落，而腿脚处于身体末梢，
是血液循环的终点站，本来就比较容易供血不足。如果血管被堵塞了，尤其是下肢的静脉出现血栓，就会导致那条腿的血液回流不畅，局部开始缺血、缺氧，出现冰凉、麻木、肿胀的现象，甚至伴随闷痛或抽筋般的疼痛感。在夜间平躺睡觉时，因为没有肌肉活动帮忙推动血液，血液循环进一步变慢，下肢的供血更差，因此腿部的肿胀麻木在夜里会更加明显。很多人以为腿麻腿肿只是走路站久了或年纪大导致血液循环差的表现，往往一揉一捶就算了。然而，如果只有一侧腿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反复发作，你就要考虑是不是那条腿的静脉里已经有血栓形成了。下肢深静脉血栓可是非常凶险的隐患，因为腿部静脉的血栓一旦脱落，会随着血流被带到肺部，造成致命的肺动脉栓塞。所以，当你发现自己的小腿无故肿起来，发硬发胀，按压皮肤明显变得苍白且久久不见回红，甚至走几步就酸疼无力，千万别大意，尽快去医院做个下肢血管超声检查，确认有无血栓，好及早处置。第四大前兆则是睡觉途中出现严重的胸部不适。具体来说，有2种情况特别值得警惕。一种是平躺时感到胸口闷得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必须坐起来或侧躺才能稍微舒服一些。另一种是半夜突然被剧烈的胸痛和呼吸困难感给惊醒。先说第一种情况，如果你仰卧时胸闷加重，换成侧卧姿势反而好转，这其实是典型的冠状动脉供血不足信号。平躺时更多血液回流到心脏，但如果心脏自身的冠状动脉血管有堵塞，心肌得不到足够氧气，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胸口疼痛，而身体本能会让你改变姿势侧躺，以减轻心脏负荷，增加回心血流。很多冠心病患者都有这种表现。如果夜里常常胸闷到必须坐起才能睡觉，就要怀疑心脏血管已经严重堵塞了。第二种情况更加危险，半夜熟睡时突然觉得一阵剧痛压在胸口，疼痛难忍，呼吸困难，甚至痛到大汗淋漓，整个人惊醒过来，这很可能是急性心肌梗塞或肺栓塞的征兆。当冠状动脉被血栓瞬间完全堵死，心肌会大范围缺血坏死，引发剧烈的压榨样胸痛，同时可能感到喘不过气、冒冷汗、恶心想吐等。而如果血栓跑到肺部堵塞了肺动脉，也就是发生了致命的肺栓塞，则会突发极度的呼吸窘迫，感觉严重缺氧，胸口刺痛，严重时还可能咳血，意识模糊。无论是哪一种胸部不适，只要在夜里出现，都不是小事一桩。千万不要以为只是做了噩梦，或者是胃食道逆流之类的小毛病。尤其本身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人，更要提防夜间出现的这些胸部警讯。遇到半夜突发的剧烈胸痛或呼吸困难，应当立刻设法呼叫急救，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因为稍有延误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第五大前兆是夜尿异常增多，简单的说，就是晚上起夜如厕的次数明显比从前增加，而且夜间尿量远超正常。若你发现自己每天晚上都要起来上2-3趟厕所，甚至几乎每隔1-2小时就被尿意憋醒，那绝对不是正常的年龄增长现象，这很可能是血栓在肾脏或心脏部位作怪。正常情况下，人体在夜间会分泌抗利尿激素来减少尿液生成，所以健康人整晚通常只需起夜1趟，甚至不需要。然而，当肾脏的血管发生堵塞时，肾脏的过滤功能和浓缩尿液的能力会受到影响，可能导致夜间尿量异常增加。此外，若一个人心脏功能不全或下肢水肿严重，平躺后组织中的多余水分回流血管，也会让肾脏在夜里产生更多尿液。所以，当你出现非正常的频繁夜尿时，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心肾血管健康。很多人误以为晚上频繁跑厕所只是喝水太多或年纪大膀胱变小，但其实心血管疾病或肾脏供血不足也可能是幕后元凶。举个例子，有医师提醒，有些肾动脉血栓患者在早期唯一的表现就是夜尿变多，因为一侧肾脏供血不佳，打乱了白天与夜晚的尿液分配。如果没有及时发现血管阻塞，任由血栓发展，肾脏功能可能持续恶化，甚至诱发肾衰竭，或因肾缺血而使血压升高，进一步危害心脑血管健康。因此，
不明原因的夜尿增多，一定要尽早就医检查，找出真正的原因。医学专家还总结出几个简单的自我检测方法，帮助我们早期发现血栓的蛛丝马迹。一、抬腿测试，仰卧平躺，抬高双腿约45度，保持1分钟。如果放下双腿后，小腿明显发白，而且恢复红润的时间很长，提示下肢供血可能不足。二、握拳测试，将一只手用力握拳，30秒后松开。如果手掌松开后需要超过5秒钟才能重新充血变红，可能暗示上肢血管存在堵塞。三、平衡测试，单脚站立并闭眼20秒，如果出现无法平衡，身体东倒西歪，甚至有跌倒的倾向，就要警惕是小脑等脑部供血不足的表现。了解了睡眠中的5大警讯后，我们也要知道血栓为何会在体内形成，又有哪些人特别容易中招。总的来说，血栓的形成通常离不开三高和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三高指的是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这些是动脉硬化和血管堵塞的罪魁祸首，其中又以高血脂尤为关键，特别是所谓的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过高时，最容易沉积在血管壁，形成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内腔变狭窄，血流受阻，甚至可能完全堵死。而且这种斑块一旦破裂，体内的凝血机制会迅速在破裂处形成血栓，瞬间阻塞血流，导致心肌梗塞或脑梗塞等致命事件。同时，血脂中的另一项指标甘油三酯过高也很危险。甘油三酯往往和肥胖、糖尿病、酗酒、高糖饮食等有关，它本身会增加急性胰脏炎的风险。更重要的是，甘油三酯还会充当坏胆固醇的帮凶。当低密度胆固醇颗粒体积太大，塞不进血管壁时，甘油三酯可以把它们变小变密，使它们更容易钻入血管壁沉积，形成更大更不稳定的斑块。因此，若血液中的总胆固醇、坏胆固醇或甘油三酯长期偏高，血管堵塞和血栓形成的风险就会显著上升。除了血脂，高血压和高血糖也是血栓的大敌。高血压长期冲击血管，容易造成血管壁硬化受损，而高血糖则会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伤血管内皮。有研究显示，血糖每升高1个单位，血管受损风险就增加约 15%。 这也是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往往合并血管病变，更容易出现血栓。除了血脂，高血压和高血糖也是血栓的大敌。高血压长期冲击血管，容易造成血管壁硬化受损，而高血糖则会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伤血管内皮。有研究显示，血糖每升高1个单位，血管受损风险就增加约 15%。 这也是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往往合并血管病变，更容易出现血栓。再来，不良的生活习惯同样扮演推手角色。首当其冲的是缺乏运动和久坐不动。长时间坐着不动会导致下肢血流滞缓，血液因重力积聚在腿部，增加静脉血栓的风险。有统计发现，如果连续超过3小时不活动，下肢发生血栓的风险会比平常高出将近1倍。其次是熬夜和过度劳累，睡眠不足会干扰自律神经和内分泌，甚至直接影响血液的凝血平衡。有医学观察指出，人如果在凌晨3点还不睡觉，血小板的凝集程度会比平常高出约 40%。 也就是说，熬夜会让血液更容易凝结成块。难怪现代医学把熬夜列为心脑血管疾病的一大诱因。最后不得不提的就是抽烟。香烟中的尼古丁和一氧化碳等物质会损伤血管内皮，降低血氧含量，同时让血液变得更加粘稠，极大地增加血栓风险。可以说，吸烟者发生心梗中风的概率比不吸烟者高出许多。此外，女性在孕期和产后以及长期口服避孕药者，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升高，也会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更容易形成血栓。再加上冬春季节气温偏低，寒冷刺激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波动也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发时段，所以天冷时要特别注意保暖，避免温差剧烈刺激血管。既然如此，我们要如何预防血栓呢？其实方法离不开老生常谈的几个字，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再加上规律作息和实体检，
首先要做到均衡饮食，调节血脂，少吃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远离反式脂肪和过度精致的加工食品，多摄取蔬菜水果和优质蛋白质，建议适量增加富含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和阿尔法亚麻酸的食物，比如亚麻籽油、紫苏籽油、深海鱼、坚果等，它们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改善血液中脂质的比例。还有一些天然的护血管食材也值得常吃，例如茄子，富含维生素 P， 芦丁可以增强血管弹性，软化血管，降低微血管脆性，防止微血管出血。再比如大蒜和洋葱，含有的含硫活性物质能帮助清除血管中的脂肪垃圾，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形成。接下来是适当运动，养成经常活动的习惯，避免久坐不起。每坐1小时就起来走动几分钟，或者在原地活动一下脚踝和小腿，做伸展动作，都能帮助下肢的血液往回流。不妨记住一个小技巧，白天长时间办公，久坐时可以定时做踝泵运动，伸直双腿，反复做勾脚尖、翘脚跟的动作，以促进小腿肌肉的收缩扩张，帮助静脉血回流，防止血液淤积在腿部。再次强调，充足的水分和睡眠也很重要，平时要注意多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特别是早上起床后，先来一杯温开水，能够稀释经一夜睡眠后偏稠的血液。晚上睡前若口渴，也可以适量喝点水，以免整夜处于缺水状态。良好的作息则要避免熬夜，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不仅容易诱发血栓，也会带来诸多健康问题。临睡前泡热水脚，温水约40摄氏度，浸泡10分钟，水深需没过小腿肚，也是促进末梢血液循环的好方法，有助于放松血管，降低夜间血栓形成的风险。最后，定期体检和主动监测自己的健康指标同样不可少，尤其是有三高或血栓家族史的人，应定期检查血脂、血糖、血压以及血液粘稠度等凝血相关指标，并在医生建议下使用他汀类降脂药或小剂量阿司匹林等预防血栓的药物。另外，长途乘车或搭乘飞机时，记得适度起身走动活动筋骨，以免发生俗称经济舱症候群的旅行性血栓。下肢静脉曲张或术后长期卧床的患者，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穿医用弹力袜，使用间歇性气压泵等装置，这些措施都能显著降低血栓的发生率。在这里特别提醒，如果出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血栓已经形成的危险信号，比如突发单侧肢体无力、说话变得含糊不清、视线模糊、剧烈胸痛等，一定要争分夺秒地拨打119寻求医疗急救。无论是脑梗塞还是心肌梗塞，都有一个抢救的黄金时间窗，越早开通堵塞的血管，对挽救生命和减轻后遗症越有利。千万不要自己硬撑，更不要抱着观望侥幸的心理而延误救治。总而言之，血栓这个沉默的杀手虽然狡猾，但并非无迹可寻，它往往会透过夜间的一些异常变化来向我们示警。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从头痛失眠到单侧流涎麻木、腿部肿胀疼痛、夜间胸闷气喘以及夜尿激增，这5大睡眠中的异常现象都可能是血栓在预警。我们绝对不能再把它们当成无关紧要的小毛病了，一旦发现这些苗头，务必及早就医检查，同时调整生活方式，争取在血栓酿成大祸之前将其消灭于无形。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平时就做好预防功课，把该改的坏习惯改掉，该做的健康管理做到位，如此一来就能大大降低血栓找上门的几率。让我们守护好自己的血管健康，远离这位沉默杀手的威胁，迎向长久而安心的未来。